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为什么福建人做的馄饨这么好吃呢？要想馄饨做的好吃，它的馅料配比还有制作的流程最为关键。今天我就把重厨10多年的方法分享出来，让你们在家里也能吃到比外面还要更加好吃的馄饨。这样做的馄饨一口咬下去，特别的 Q 弹爽滑，吃起来特别的鲜美又好吃。每次只要我在家里做上这么一道馄饨，全家人都特别的爱吃。接下来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新鲜的猪肉，做馄饨的猪肉也是非常关键的，我们最好选择3分肥7分瘦的前腿肉，这个部位包饺子包馄饨最好吃，不柴不腻，非常的鲜嫩。把前腿肉买回来后，我们先把它的猪皮切下来去掉。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为了不浪费，这个猪皮的话可以留下来，改天和其他的食材炖着吃也是非常好吃的。接下来我们先把猪肉切分成小块，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薄片，我们尽量的切得越薄越好，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后续将它剁成肉末。薄片切好了之后，再用菜刀给它剁一下，将它剁成肉末。要想馅料做的好吃，我们最好选用手工剁的肉馅。如果用绞肉机打出来的肉馅，它的口感发绵，吃起来一点的口感都没有，特别的不好吃。而手工剁的肉馅，它吃起来有颗粒感，特别的香，吃起来的口感也特别的好吃。最后把肉馅剁成4平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剁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准备一小把新鲜的小葱，把它改刀切成长段。全部切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进碗中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先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。片切好了之后，再改刀切成姜丝。切好了之后，装进碗中和葱段放在一起。再往里面添加1勺料酒，还有1小碗清水。接下来我们用手给它捉拌一下，给它捉拌1分钟，把里面姜葱的味道捉出来。把它捉拌1分钟后，我们先把它放开一旁，浸泡起来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少许的小葱，给它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全部切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小颗香菜，我们将它的头部切下来去掉，然后再将它改刀切成小段。切好了之后，先把它装起来备用。要想馅料的口味更加的好吃，我们可以添加少许炸过的虾米，没有虾米的话，也可以用虾皮或者是新鲜的虾仁来代替。我们用刀把炸过的虾米切成末，把它添加到馅料里面，让馅料变得更加的鲜美又好吃。如果不吃海鲜的话，我们可以不放。切好了之后，先把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好了，所有的材料准备完毕，接下来把肉末进行处理一下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点点的鸡精，再来上少许的白糖，还有半勺的生抽酱油，还有胡椒粉少许去腥增香。最后把刚刚调制好的葱姜水少量多次的添加进来。接下来我们用手给它捉拌一下，将它捉拌均匀。在捉拌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方向给它顺时针去搅拌，让调味料和肉馅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将它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次的往里面添加少量的葱姜水，然后继续的顺着同一方向去搅拌，把葱姜水打到肉馅里面。馄饨馅讲究的是有味没有料，葱姜水能够很好的去除猪肉的腥膻味，增加猪肉的嫩滑感。葱姜水需要少量多次的添加，等到一次完全吸收后再添加进来，让里面的肉馅充分的吸收葱姜水。葱姜水打进去之后，再次的添加少量的葱姜水，然后继续的同一方向去搅拌，让肉馅吃饱水。要想肉馅变得 Q 弹爽滑，
最后还得反复的进行摔打，把釉馅反复摔打上镜，将它反复摔打3分钟后，接着将剁好的虾米放进来，再添加少许的葱花，最后再来上1小勺生粉，生粉的量不用太多的，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然后继续的用手给它搅拌一下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最后再继续的将它反复的摔打，将它摔打至上镜发黏。就这样，我们的这个馄饨的釉馅就已经做好了。做好了之后，先把它放进冰箱里面冷藏半个钟头备用。接下来先准备一个大碗，先来调这个料汁。碗中添加半勺海鲜酱油，还有适量的食盐，再来上少许的鸡精，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，再把切好的葱花还有香菜放进来，再来上1勺虾皮提鲜，还有少许的紫菜，最后添加少许熬制好的猪油，更加的香哦。还有几滴小磨香油，我们先把它放开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开始包馄饨，我们把馄饨皮放在虎口上，接着把调制好的釉馅放到馄饨皮上面，利用虎口将馄饨皮收口，用力的捏一捏，就这样一个馄饨就包好了，非常的简单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示范一下，将馄饨皮放在虎口上，将釉馅放到馄饨皮的上面，用筷子给它调整一下，然后利用虎口将它进行收口，最后再稍微的用力捏一捏，就这样一个馄饨就已经做好了。其实包馄饨的手法有很多，是没有固定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不露馅就可以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伸出您的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。馄饨可以一次性的多包一点，放在冰箱里面保存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，等到锅中的水马上就烧开的时候，将包好的馄饨一个一个的分散放进来。馄饨下锅以后，10秒之内不要去动它。10秒过后，用筷子给它轻轻的搅动，让馄饨可以受热均匀，同时还可以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程开中火给它煮2分钟左右。在这个期间，我们可以看得到馄饨会逐渐的浮起来，这就代表馄饨已经在成熟的一个过程之中了。我们等到馄饨完全的浮起来就可以了。在这里一定要注意，在浮起来之后不要再煮得太久了，不然馄饨皮会烂掉，而且吃起来的口感也没有那么好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馄饨已经是全部的浮起来了，就代表已经是熟透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口水都流了，看着就非常的想吃。接下来我们将煮馄饨的汤汁倒进大碗里面，大概2勺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将馄饨一勺一勺的放到大碗里面，一道非常鲜香又美味的馄饨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馄饨个个都是圆溜溜的，也不会散花，也不会烂掉，闻起来就特别的香，吃到嘴里 QQ 弹弹的，非常的爽滑。而且釉馅中添加了少许炸过的虾米，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鲜香又好吃。这馅料无论是包馄饨或者是水饺都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平常可以提前多做一点点，放在冰箱里面，或者是提前1晚上做好，第2天的早餐就有着落了。每次只要我一有空，我都会给家里人做上一些，无论是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都特别的爱吃。如果您也喜欢吃馄饨的话，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一定要关注一下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要不好冷吗？啊？这2天降温了，好冷哦。你真的是真会挑地方睡哦。这2天太冷了。看把你冷的。
太冷了啊。